我们都知道，《如懿传》是《甄嬛传》的姊妹篇。在《如懿传》中，甄嬛有2个女儿，分别是恒绰以及恒提，也就是《甄嬛传》中的胧月和灵犀。但同样是甄嬛的女儿，胧月却并不幸福，还饱受屈辱，而甄嬛却为恒提的幸福千方百计地盘算。那为何会这样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剧中，胧月远嫁到了准噶尔。而当恒提也面临远嫁的可能时，甄嬛却坚决反对恒提远嫁。可为何甄嬛却选择了让胧月远嫁呢？我们从甄嬛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就能够知道原因。其实，恒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不是坏事。长公主若嫁过去，与太后您在宫中朝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。当年恒绰远嫁，哀家就是为了朝廷。不得不先尽了贵妃的职责，尽量不去想哀家还是个额娘。甄嬛把胧月嫁到准噶尔，更多的是能从中获利吧。而正如福家说的，如果嫁恒提好处如何如何的，就能知道甄嬛当年嫁胧月主要还是想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，通过嫁胧月来展示自己大度贤惠的名声吧。甄嬛也会舍不得胧月远嫁，但是和当时的处境以及利益考虑，这甄嬛就暂时把自己是额娘的这个身份给忘掉了。难道甄嬛会真的没有办法让胧月不远嫁吗？肯定是有的吧，只是甄嬛没有选择这样做就是了。我们暂且不说《甄嬛传》里的甄嬛，就说《如懿传》里的甄嬛，她的谋略和手段会差到哪儿去？首先从甄嬛用如懿的性命来逼如懿的姑母做选择，就能看出甄嬛还是那个善于诛心的甄嬛。还有就是甄嬛为了能够更好地洞察扎扎龙的心思，不仅表面上把奕欢送给了扎扎龙，还在暗地里培养了一个符合扎扎龙胃口的白蕊姬给他，并且在剧中多次有甄嬛教训嫔妃的场面。特别是甄嬛和如懿的那几次对话，以及富察皇后想借甄嬛的手惩治如懿却被甄嬛发现时，甄嬛对富察皇后的敲打。咱们是皇家婆媳，比不得人家小门小户，一家人鬼鬼祟祟，互相揣测，闹得何家不能安宁。这些无不体现甄嬛的语言艺术有多牛。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甄嬛还是那个善于心计的甄嬛，而以甄嬛的智慧又怎么可能没有办法使胧月不远嫁呢？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当时恒提也有可能要远嫁时，甄嬛是怎么做的。在甄嬛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甄嬛就坐立不安了，想着要怎么样才能让恒提不远嫁。甄嬛的第一招就是通过大臣给扎扎龙施压。不管皇帝怎么想，你一定要跟乐清他们说，大臣们一定要反对，反对到底。之后扎扎龙因为这事儿很是烦忧，大臣们反对恒提远嫁，跟朕聒噪了2个时辰。看扎扎龙这么烦这事儿，就可以知道扎龙是不想让景色远嫁的，要不然大臣们反对恒提远嫁时，这扎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让景色远嫁呀。可扎龙没这么做，就足以说明扎龙更偏向于恒提远嫁了。但如今有大臣这样反对，就让扎龙得重新思考这事儿了。而这也就说明甄嬛的方法有了效果。这淑妃原本是想劝扎龙把景色远嫁的，但由于她太爱扎龙了，见扎龙因此是这么烦忧了，就不忍再开口劝扎龙把景色远嫁之类的话了。臣妾理解太后心疼女儿，可皇上身为人父，他也真的舍不得和静公主这个和皇后唯一的女儿啊。你倒是体贴皇帝呀，怎么不体贴体贴哀家？臣妾心疼太后，但也真的舍不得皇上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劝说，最后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淑妃就是甄嬛派去劝扎扎龙的，但是她办事不力，直接就被甄嬛打了一巴掌。而这也能看出来甄嬛对此事有多着急上心了。这也是甄嬛的第2招，让淑妃去吹耳边风，但是没有达到甄嬛想要的效果。于是甄嬛就开始了第3招，主动来找富察皇后。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。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她添嫁妆吧。甄嬛这是想让富察皇后知难而退，主动向扎龙提出把景色嫁往科尔沁。但这次富察皇后没如甄嬛所愿，而是选择和甄嬛刚到底。不过都是做母亲的，自然都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远嫁了，所以甄嬛的第3招也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。但是甄嬛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之后如懿为报复富察皇后，就去向甄嬛提议。
所以恳请太后迎侍，前朝后宫齐礼。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，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，越能力保恒体长公主留在宫中。择利而为，是为后妃的选择；力保儿女，是为人母的选择。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才会不顾病逝，为和敬公主拼力一搏，往前走一步，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。好处多了，才会让人心动。哀家自己去造势，让富察氏族按捺不住。皇后是富察氏之女，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。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，怕她也无可奈何。之后，甄嬛通过白水姬让扎龙知道了嫁恒提对他的好处后，扎龙就下定决心把景色给远嫁到科尔沁了。这甄嬛的第4招赢势，制造好处，终于让他把恒提留在了自己的身边。固伦和敬公主上蒙古科尔沁部，晋封恒提为固伦柔淑长公主。明年3月上礼藩院侍郎宗正。哀家知道这个宗正，出身书香门第，是个踏实有才之人。而且，恒提嫁入京中，可以时常在哀家面前尽孝。瞧把甄嬛高兴的。这甄嬛千方百计地把恒提留在了自己的身边，却让胧月远嫁准噶尔，多少让人有些唏嘘。不过也正是有了胧月这个潜力在，甄嬛才会设法把恒提留在身边。但不管怎么样说，正如甄嬛上面所说的，择利是后妃的选择，为保儿女是为人母的选择。甄嬛在胧月远嫁一事上选择了前者，而甄嬛这样做除了利益外，可能也是因为胧月不是自己养大的，和自己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吧。但不管是哪种理由，甄嬛在胧月远嫁这事儿上选择了利益，而扎龙和甄嬛一样，在利益面前都选择了让女儿远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这皇家到底最在乎的还是权力呀。而当胧月怀着杀父仇人的孩子回来时，甄嬛知道后是这样表示的：元孽，元孽，太后，元孽呀！不知道甄嬛这时候是不是想到了当初自己说的什么了呢？甄嬛这时候也很后悔吧，当初把胧月远嫁，现在导致胧月受到这样的侮辱。而当胧月回来后，甄嬛抱着她相拥而哭时，又重新见到胧月的高兴，也有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吧，想要好好的补偿胧月。可是胧月所受到的屈辱，在她的心里是抹不掉的了。总的来说，同样是甄嬛的女儿，甄嬛选择牺牲了胧月的幸福，而甄嬛却为了恒提的幸福，千方百计地为她铺路。为何甄嬛对这2个女儿的差距会这么大？其实不仅是远嫁胧月能为她带来利益，可能也是因为胧月是静妃身边养大的，和甄嬛的感情没有那么深的缘故吧。